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9月12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9月11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24.55，收盘价是228.13，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28.47，最低价是在216.80。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2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也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当日的成交量是8348.55万股，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增。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上行的走势在增强。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向多头趋势发生转变，或者说是在继续目前的多头趋势。那么我们也会看到 MACD 的慢线目前也是上穿了零轴。那这样一来从MACD 这样的一个指标已经确认股价现在进入到了一个多头趋势。那么我们从目前的 K 线信息也可以看到，是上方有头高，下方有底高。那目前是在一个回后上涨的过程当中。那从 K 线信息来说，目前这个多头趋势呢，还需要再确认。好，这是我们说的 MACD 的信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当日 K 线的信息。在9月11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的反弹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低开盘，开盘之后股价即出现了下跌，下方是在10日均线值遇到了支撑，然后呢股价又被一路拉升，并且呢突破了5日均线值，然后也突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最高的附近。那么成交量呢，我们也会看到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增。那在当日出现这样的下跌之后，然后又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拉升，说明当日在盘中是有多头力量的进入。那么日后呢，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上行的走势。好，那这是我们从这个股价在当日盘中走势来分析。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目前出现这根 K 线的线型，出现长长的下影线并且是一个小绿 K 线，或者小红 K 线也是一样的。那这样的线型通常我们把它称作叫吊人线。那吊人线呢，如果是出现在或者这样的线型，如果我们把它定义在相对高的位置，它会被称为是吊人线。那么吊人线呢是反转向下的信号 K 线，尤其是带有大的成交量的吊人线。所以呢，从这样一个单一 K 线的信息来说呢，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继续的推动，在次日如果是低开低走，那么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反转向下的。那么出现反转向下，这根吊人线的最低，也就是在217这个位置，又成为了一个股价的新的标志位，也就是重要标志。之前的重要标志是这根红 K 的最低210，那么现在217呢将会成为在到达210之前的一个重要标志。也就是说，如果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下，一旦收盘价跌破了217，
那么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那股价是很容易去跌破210去测试下方的这个目标的。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这根 K 线的对这根 K 线的解读。然后我们刚刚再补充一个信息。那么刚刚我们说股价如果说是继续上行的，上方的压力仍然是这根红 K 的最高，也就是在233这个位置。这是它的一个继续上行的压力，当然还有上方的235。好，那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9月1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两个可能是并列的。那第一个呢，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下，收盘价会在218附近。然后呢，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228附近。实际在9月11日收盘价是在228.13，出现了反弹。当然，我们也会看到，在当日开盘的走势和下跌的这样一个走势啊，和我们预测的反转向下，收盘在218这个走势是基本相同的。但是呢，最后股价是又被强力拉升，收盘价在228，这与我们预测的反弹，在收盘价的点位上呢是基本相同的，但是呢走势是略有不同的。好，那这是我们对之前股价预测的一个回顾。那接下来我们因为出现这样的一个大幅的拉升，然后又出现一根吊人线，所以在日后啊股价上行和下行都是有可能的。尤其我们再补充说明，尤其现在我们会看这是一个实体长红 K 线，那么这3根绿 K 如果合并，它是一根实体长绿 K 线。那么这2根 K 线啊，又形成一个新的 K 线组合，叫做母子怀抱。那因此，目前股价继续反弹，如果上方不能够突破233，也就是不能够瓦解这个变盘的 K 线组合，这是一个变盘向下的 K 线组合。对，所以说股价只有在站上233之后，才能够瓦解这个变盘向下的 K 线组合，才有可能会继续上行。当然下方如果是跌破了210呢，将会确认这个变盘向下的 K 线组合，那么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所以目前呢，这个股价的位置呢来到了一个相对在反弹越接近上方的233，那么压力就越大。好，那因此呢，我们逐一来说一下股价的上行和下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依然是235。在到达它之前，目前的压力位是这根吊人线的最高，在228附近，还有一个就是233。那么235如果能够被站上呢，将会继续自8月5日以来的多头趋势。那继续向上的目标就是256，是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仅仅是一个压力位，真正的目标是271，这是第3个目标。我们再来看下行，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呢是203。目前在到达203之前，这根吊人线的最低217，还有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低210，将成为强支撑。也就是这2个位置啊是重要的标志位。然后如果203这个目标被跌破，将会瓦解自8月5日以来的多头趋势。股价下行的第2个目标就是182，然后是168。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和上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在9月12日开盘之后，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
我们给的观察位是这根绿 K 的最高是在226，也就是在9月11日盘中，股价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是容易收低的，那在它的上方运行，股价才能够收高。在当日我们会看到股价在盘中一直是在226下方运行，但是由于有多头力量的进入呢，使股价被拉升，收在了高位。好，那么到了9月12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依然是226。那么这个226除了它是9月10日这根 K 线最高以外它还是这根吊人线实体部分的中线附近。对，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如果能够在这个也就是226上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否则那么股价将会出现反转向下，尤其是如果出现一个大幅的低开盘，然后呢在226这个地方遇到了压力，而不能突破，那么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反转向下的。好，这是我们关注226的理由。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10%的强反弹的仓位，分别是在9月5日收盘价230 5%进场，然后在9月10日收盘价226 5%进场。那么加在一起一共是10%的仓位，成本价是在230，在228附近。我们给的止损位是守这根绿 K 的最低是在218，还有一个是在210。那么到了9月11日，我们会看到虽然盘中是跌破的这个位置，但是我们的操作建议是指在收盘后，对，所以收盘价又重新回到了高位，所以这个仓位应该是继续持有的。那么这个仓位我们给的获利目标呢，是从230到233，或者到上方的235之间。对，好，那么到了9月11日收盘价在228这个位置，那么我们继续给出加仓强反弹的建议，也就是再次加仓5%。那这样一来，实际上目前的成本位依然是在228。那这15%的强反弹的获利目标仍然是230到上方的233之间，也就是股价到达这个地方呢，是可以获利出场的。那如果说想要等待做多呢，当然想承担更大的风险，可以继续持有仓位，然后等待股价突破235之后呢，继续加仓。好，那么对于这15%的强反弹仓位，它的止损位我们会守217这个位置，也就是守9月1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然后如果想承担更大的风险呢，可以守这根红 K 的最低是210。好，这是我们对这个强反弹仓位的一个描述。那如果之前没有进场呢，我们说每一次我们加仓的位置都是初次建仓的位置。那么例如在9月11日收盘价，如果之前没有任何的仓位，那在这个地方是可以5%进场强反弹，守止损是守217。但是呢，在这个位置如果是初次建仓呢，是我们认为是不可以守210的。好，那这是对多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目标，我们认为仍然是两个目标，一个是这根
吊人线的最高228，还有上方的233，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那么他们的目标是目前短期的目标是217和下方的210。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9月12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233到235，第二个压力位是240，是这个缺口的中线，第三个压力位就是上方的256。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20在这个位置到223之间，这是第一个支撑。第二个支撑呢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包括前一日 K 线的最低，是从217到219之间。然后第三个支撑是210，第四个支撑就是203。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9月1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这两个预测呢仍然是并列的，它取决于开盘的走势，当然也取决于盘中的走势。好，那我们先来说第一个，我们认为股价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26，上方最高会到达233，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30附近。如果最高价到达236，在这个位置，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235附近。那出现这样继续反弹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26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反弹。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下，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一个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28，在这个位置，最低下方会到达217，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28附近，收盘价会收在218附近。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28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转向下。好，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9月12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